话说，你们会不会觉得 OPPO 的折叠屏真的是一代一个大变样？如果要说规律的话，像不像是在擀面团？手机越来越扁，也越来越长，终于变成了这样。讲道理啊，绿厂每一代折叠屏总要在外观上面搞点不一样的。这一代拍扁了又瘦了，走上了轻薄路线了。我还挺好奇的，两种完全不同的 N， 你们会喜欢哪一种呢？不知道屏幕前有没有 N3 的用户啊？快跑，画面可能会引起不适，对比超级夸张。座椅迭代，镜头更收敛了，关键是还把长焦微距塞进去了。去年犯的 X8 Pro 的遗憾，没想到在 N5 给补齐了。果然等到最后应有尽有是吧？先来看一下外观，这是中规中矩，不失物化，纯靠薄愣是搞出了一点惊艳的感觉。白色的 N5 有点像是不锈钢版本的 iPhone， 拉丝处理了一下。黑色版本是雾面一些的，看起来甚至会更薄一些。不过要额外说一下，紫色的版本是素皮的，重量和厚度没有那么极致，是能摸出来的程度。所以你们会选素皮吗？外观上我觉得有点遗憾的是，屏幕的阿角还是有一点点对不齐。Find N5 为了这个厚度 ，SIM 卡槽都改成了朝向一面读取了，但限位没有做好，出了点小意外。如果你毫无防备的取出卡槽 ，SIM 卡可能会掉出来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虽然这一次厚度变化很大，但是最惊艳的也就是换手机的那一下，平时用起来就是踏实的普普通通。像我之前在用 OPPO 的直板机，这个体验区别，我要是没用一段时间，还真不好概括给你。如果说 Find X8 最大的特点是啥，那当然是 OPHONE， 图片是可以和 iPhone 这样互传的 ，Live Photo 是可以和 iPhone 打通的，连小步助手都有点过里过气的。N5 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再进一步，跟 Mac 联动怎么说？咱们仨踏实跟苹果把日子过好是吧？只需要在 Mac 上面下载一个这个 App， 连接上就可以看到手机里面不同格式的文件，拷文件、保存图片什么的都可以。哎，这不算啥，倒是做的一些小思考很有意思。手机上面拍的照片、截的图不需要保存，直接复制，不管是发出去还是编辑文档都能用。而且手机上面的文档不需要拷贝出来修改，直接在电脑上面就能打开编辑，完事儿保存之后就会同步到手机上。图片甚至是视频还可以点开直接预览，拷素材检查的时候方便了不少。这些还是开胃。N5 既然专攻果味了，那就要做到一个最极致，是不是？远程控制 Mac 不需要手动输入密码，只要是同账号就可以远程唤起睡眠状态的 Mac， 再也不用纠结走之前是不是要不关机了。连接上之后，你就可以这样了，简直离谱 ！MacBook Phone 是吧？你可以在下面的屏幕用触控板或者是鼠标，甚至这还是个 Magic Mouse， 带有左右键。回忆要开始攻击我了。怕不方便 ，OPPO 还准备了几个常用的快捷键，复制粘贴，然后发送点几下就可以了。哎，那肯定有小伙伴要说了，你这个除了手机不用下载 App， 跟远程控制软件还有啥区别？那你看啊，如果你不需要操作电脑，只是想从电脑上面弄点文件下来的话，就可以把文件直接拖动到这个区域松手，手机就会保存下来。更离谱的是，这玩意儿能上岛，还可以分屏。如果想要发给别人，聊天页里面甚至可以直接拖。手机里面的东西要发送到电脑呢，反过来拖过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期待这个功能可以快点在我的 OPPO Pad 上面用到，好吧？我发现一个好玩的 ，Mac 本身不是可以镜像 iPhone 吗？我的手机又可以远程控制我的 Mac， 那所以说我在远程控制 Mac 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在我的 OPPO 手机上面玩 iPhone 了。但说来说去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没人会想要在一块小屏上面强行用自己的电脑。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有一天晚上，我没有 iPhone， 用 N5 把 Mac 上面的文件夹右键压缩，然后复制到飞书发给急需的小伙伴，有一种虽然被打脸，但还是狠狠被爽到的感觉。对了，据说 Windows 版本的软件后面也会跟进，着急的小伙伴赶紧去催更一下。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，应该对绿厂那一套能够超出屏幕的分屏有印象。绿厂家去年的平板、折叠屏都用上了这套逻辑，3个软件共存在一套分屏里，全屏、半屏都可以排列组合，还不影响正在使用的 App。就算是双分屏，也可以这样用，或者是这样用。现在绿厂把这套分屏再优化了一下，首先现在的 Dock 栏更大了，上滑呼出来，平时不用的时候可以藏起来，分屏的时候更加方便，用起来的时候干扰也更小。第二呢，就是当你反复的去切换这些应用的时候，它会主动给你一个推荐，一键点过去就完事儿了。之后呢，这个分屏组合又会暂时保存在 Dock 里面，点开又能直接使用，合理。养成习惯了之后，你后面也会更多的用到这个分屏。第3点呢，就是这3个点，它相当于是一个全局的小横条，不管是拖动还是大小变化，
分屏、小窗切换都可以用这个交互，这还是2个应用之间的分屏。应用内分屏也有这样的巧思，大家有没有注意过？如果微信里面点开站外链接，是可以用微信自带的分屏的。但在 N5 上，就算是微信本来没有支持的功能，比如你点开一个文档，这里也会播一个分屏出来，点开就能直接分屏。而且在其他应用里面，点开第2级页面也有类似的适配。不知道你们平时会不会给所有的软件都开这个平行视窗啊？有些软件呢，它开了之后直接进去就是一个分屏，就很离谱，其实就很不好说啊。但现在啊，就算你默认的是把它这个平行世界给关掉的，然后你平时刷着刷着点进去一个链接，如果你觉得这样子不好看，需要分屏的话呢，你还可以在这里再把它给叫出来，这样子就可以点开平行视窗了。我觉得 N5 是想做一台用系统体验把大折叠硬件真正吃满的手机。我其实是非常吃系统里面这些小细节的。上1个月我做了一条 AI 助手能力的测试，小波在里面并不是每一个项目都拔尖，但胜在它反应快，操作符合直觉。举个例子，在相机页面能够直接长按视频，体验稳定的，还真只有这一家能做到。用上 N5 里面的小步之后，我觉得体验更完整了。系统自带的文档 App 把 AI 集成了进来，总结和简单的问答会更容易。而且现在你可以把一些应用里面的图片、文字拖到底下，直接去问小布，算是给 AI 再多加了一个日常能用的入口。感觉现在折叠屏已经不像前2年每一代一个大变样了，更轻薄的外在反而成了最基本的要求。折叠屏的系统维护总被说出厂即灰烬，预装足够多好用的优化反而是更困难也更重要的方向。之前 N3 上面好用的分屏，现在更简单好用了，像 Live Photo 和 iPhone 的联动 N5 都有，现在把 Mac 的适配都做好了。想要试一下折叠屏的 iPhone 用户，很难不先试一下 N5。可以说现在的 ColorOS 哪怕是跟4个月前比，也进步了不少。如果这样的势头能够保持住， OPPO 的系统也能成为绿厂新的护城河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Tedd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